100名女童离奇失踪，警察迟迟无法破案，一切都从一场洪水牵出的命案开始。我是左手响指的 Loki， 让我带大家穿越到1980年故事的开始。故事发生在厄瓜多尔，它位于南美洲西北部，与哥伦比亚相邻，是南美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，工业基础薄弱，农业发展缓慢，政局一直动荡，政变迭起，文人和军人政府交替执政多达19次。1980年4月，厄瓜多尔附近的一场山洪爆发，汹涌的洪水冲出了4具失踪儿童的遗体。虽然遗体的死因已经很难确定，但这些女孩显然是遭遇了不测。有人费尽心机将她们的尸体藏了起来，以防被人看到。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之前的失踪案件。就在山洪爆发几天后，当地居民卡维纳·波维达带着他12岁的女儿玛丽，在当地市场购物时，一位陌生男子试图绑架小女孩。当该男子试图抱着他的女儿逃离市场时，卡维纳大声呼救。当地的商人们迅速向他伸出了援手，在该男子逃跑之前将其追上，并在警察来时将其按住。警察到达现场时，男子语无伦次。当警察们带着嫌犯返回警察局时，他们只觉得遇到了一个疯子。这个疯子叫做佩德罗。回到警察局后，佩德罗拒绝与警察合作，在问询过程中始终保持沉默。调查人员很快意识到，他们必须采取不同的策略，才能让嫌犯开口。很快，一名警官想出了一个点子，他们将当地的一名神父科尔多瓦·古迪诺穿上囚服，将他与佩德罗关在一间牢房。他们的计划是让神父赢得嫌犯的信任，让他说出自己的罪行。到了第2天，佩德罗就开始说话了。他向神父诉说了令人发指的暴力行为，神父被吓到，要求离开牢房。警察在与神父沟通后，调查人员向佩德罗出示了新的证据，他终于坦白了。佩德罗向调查人员供认，他在厄瓜多尔杀害了至少110名女孩，在哥伦比亚杀害了100名女孩，在秘鲁同样杀害了超过100名女孩。他告诉调查人员，我喜欢厄瓜多尔的女孩，她们更温柔，更容易信任，更天真。她们不像哥伦比亚女孩那样怀疑陌生人。在供认过程中，佩德罗将自己的罪行归咎于艰苦的生活和孤独的青春期。他解释说，我在8岁时失去了童真，所以我决定对尽可能多的女孩做同样的事儿。当被问及他如何犯罪时，佩德罗告诉他们，他经常在村里的集市上寻找那些看起来很天真的目标。他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寻找受害者，因为他不想让黑暗掩盖他们的死亡美景。当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时，佩德罗解释说，他会先强奸受害者，然后盯着他们的眼睛，掐死他们，欣赏他们眼睛中的光芒逐渐消失，这是他最大的娱乐。他声称看着他们的生命逐渐消逝，让他感到深深的快感和兴奋。恐怖的行为甚至会在女孩死后继续。他经常会和死去的尸体一起开茶话会，把他们支起来，然后和他们聊天。警方起初对佩德罗骇人听闻、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供词持怀疑态度，与秘鲁和哥伦比亚的联络也无法证实这些供词。当佩德罗意识到调查人员开始怀疑他的供词时，他竟然主动提出带领调查人员前往全国各地的几个埋葬点。将信将疑的调查人员没有更好的办法了，同意了佩德罗的自证提议。几天后，警察为他戴上脚镣，派车队前往各个弃尸地点。调查人员的疑虑很快变成了震惊。佩德罗带领他们来到安巴托附近的一个荒芜之地，在那里发现了53具8至12岁女孩的遗骸。1天之内，佩德罗又带领他们去了其他的28个地点，但都没有发现其他尸体。一些调查人员认为，很可能动物将遗骸吃掉，洪水又将所剩无几的遗骸冲走了。回到警察局后，佩德罗很快就被指控犯有57项谋杀罪，
但由于他的供述非常详细，佩德罗的罪名增加到了110项。监狱事务主任维克多·拉斯卡诺后来解释说，如果一个人供认了53项罪名，并被确认是真实的，那余下的数百项罪名，你就会倾向于相信他说的话是真的。拉斯卡诺还告诉记者，我们认为他估计的300人只是皮毛。佩德罗于1949年出生在哥伦比亚的托尔米亚，当时正值哥伦比亚暴力最严重的时期。事实上，这里是世界上所有人最不愿意出生的地方，骚乱和匪夷所思的暴力行为统治着这个国家。问题开始于1年前，即1948年，当时一位受欢迎的自由党政治家被暗杀，内战爆发。这场战争持续了10年，在结束时夺走了20多万人的生命。佩德罗是一个身无分文的性工作者的儿子，在13个孩子中排名第7。他的母亲是个盛气凌人的女人，用铁腕统治着他的孩子们。佩德罗知道，尽管家庭环境很差，但总比流落街头要好。街上军队和私人武装的暴行屡见不鲜，该国的犯罪率比任何一个国家都高出50倍。1957年，8岁的佩德罗被母亲发现了奇怪的嗜好，他最可怕的噩梦变成了现实，被流放到了街头，并被勒令永远不得回家。尽管情况看起来很凄惨，但当一位老人在街头捡到他，并为他提供食物和住处后，情况很快开始好转。佩德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，盲目地接受了这个提议。然而现实并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。这个男人没有把佩德罗带到充满食物的豪华住宅，而是把他带到了一栋废弃的建筑里，在那里强奸了他无数次，然后把他扔到了冰冷坚硬的街道上。不幸遭遇了这位老人之后，佩德罗开始害怕陌生人。他睡在小巷和荒废的楼房里，只有在晚上才会悄悄上街，从垃圾堆里寻找食物。1年后，佩德罗终于鼓起勇气到全国各地去流浪，最终来到波哥大。在乞讨食物和捡破烂的几天后，一对居住在这里的美国夫妇找到了他。这对年长的夫妇对佩德罗骨瘦如柴的样子感到心疼，看着他乞讨食物，他们心碎了。他们为他提供了一顿温暖的饭菜，并邀请他和他们一起生活。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，佩德罗接受了他们的好意，和这对夫妇一起回家。他们也为佩德罗提供了免费的食宿，并最终让他进入了一所孤儿学校。尽管佩德罗表面上看起来很幸运，但正如之前一样，好运并不会在他的身边停留很久。1963年，12岁的佩德罗在学校再次遭到了男教师的性骚扰，之前的恐惧再次浮现，愤怒在他的内心滋生。事件发生后，他偷了学校办公室的钱，然后离家出走。佩德罗回到了他认知里唯一安全的地方，他第一个真正的家——哥伦比亚的街头。这时，哥伦比亚的内战已经成为过去，冷战也接近尾声，政府正在重建在经济萧条时期建立起来的工厂，也慢慢重新开始运作。尽管如此，只接受过最低教育的佩德罗并没有任何的技能。为了生存，他在接下来的6年里靠乞讨和小偷小摸度日。10多岁时，佩德罗开始偷车养活自己，当地的黑车商给到他了丰厚的报酬。他偷车的技术非常熟练，以至于很多年轻的学徒们都很尊敬他。尽管身怀绝技，1969年18岁的佩德罗还是因为偷车被警察逮捕，并被判入狱7年。可怕的事情再次降临，在监狱里仅仅2天，他就被4名年长的囚犯残忍地轮奸。自此，佩德罗发誓再也不会有人能碰他。为了报复，他用监狱里的器皿做了一把简陋的刀，在2个星期里完成了复仇，将强奸过他的4个人逐一杀害。
警察认为这些谋杀属于正当防卫，只在佩德罗最初判刑的基础上加了2年。监狱生活加上之前的苦难，对佩德罗心灵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，正在把他推向疯狂的边缘。由于早年遭受母亲的精神虐待，他对女人产生了恐惧，以至于他放弃和任何女性交往，只通过色情书籍来满足自己的欲望。在佩德罗的心里，他一生的痛苦和心酸都是母亲造成的。1978年出狱后，佩德罗在秘鲁各地流浪。后来他声称在此期间跟踪并杀害了至少100名来自该地区不同印第安部落的少女。虽然无法证实这些说法，但警察们查到他在秘鲁北部试图绑架一名9岁女孩时，被一群印第安人抓获。印第安人剥光佩德罗的衣服，并折磨了他几个小时，准备将他活埋。这时幸运之神显然站在了他这一边，一位美国传教士出面说服了印第安，告诉他们谋杀不能上天堂，应该把佩德罗交给警察局。他们不情愿地同意了，并将囚放移交给秘鲁警察。秘鲁警察不想浪费时间在调查印第安人的琐碎投诉，于是将佩德罗遣送回厄瓜多尔。回到厄瓜多尔后，佩德罗开始在这里流浪，包括经常在哥伦比亚停留。就在这段时间，少女的失踪案件开始增多，但警察很快得出了结论，这一定是南美奴隶团伙造成的。于是屡屡得手的佩德罗继续着他肆无忌惮的犯罪生活，直到被抓。1980年，佩德罗因谋杀110人被定罪，并被判处当时厄瓜多尔法律允许的最高刑期。不幸的是，只有16年。然后他因行为良好，于1994年被提前释放，并被驱逐回哥伦比亚。在那里，他本该因在该国犯下的罪行而面临审判，但检察官并没有那么做。一名法官宣布佩德罗疯了，并下令将他安置在精神病院。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在1998年，医院出人意料地宣布他精神正常，并让他出了院。在那之后，本该每月向警察报备的佩德罗消失了。仅仅几年后，即2002年，国际刑警就一起新的谋杀案签发了佩德罗的逮捕令。但佩德罗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99年，此后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踪迹。接下来是佩德罗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所说的可怕记录。佩德罗向记者说道：“我是风云人物，没有人会忘记我的。我在市场上寻找我的受害者，寻找脸上有某种表情的女孩，一种天真和美丽的表情。她们可能是个好女孩，和母亲一起工作。我有时会跟踪她们2-3天，等待她们独自离开。我会给她们一个小饰品，比如一面镜子，然后把她带到镇子边上，许诺这样就能给她妈妈一个小饰品。我会把她带到一处隐秘的地方，那里有准备好的坟墓以及之前受害者的尸体。我拥抱她们，然后在日出时强奸她们。当太阳升起时，我用手掐住她的喉咙，看着她的眼睛。一种有光彩的火花忽然熄灭了。死亡的那一刻令我着迷和兴奋，只有真正杀人的人才明白我的意思。当我被释放时，我会再次感受到那一刻。女孩们花了5到15分钟才会死去，我非常体贴，我会花很长时间陪着她们，确保她们已经死亡。我会用镜子上是否有雾气来检查她们是否还有呼吸。有时我不得不重新再杀死她们一次。她们从不尖叫，因为她们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。她们很乖。我的小朋友们喜欢有人陪伴，我经常把3-4个人放进一个洞里，但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就觉得无聊了，因为他们不能动，所以我又找了更多的女孩。时至今日，佩德罗依然全无踪迹。或许这个恶魔尚在人间，只是隐藏到了人群中间，又或许他已经被人扔进了洞里，永远与黑暗为伍。你觉得呢？
无论如何，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了它，请务必小心。欢迎大家来到 Loki 的密室，点击下面的小铃铛，订阅这个频道，每周为你带来奇案，和你一起看清黑暗中的双手，远离那些隐藏的恶意。我是左手响指的 Loki，我们下期再见。